路上碰到了怎样的困惑？请看。我们两个是在酒吧认识的。我觉得他呢特别有个性，所以呢当时我就特别喜欢他。然后后来他就经常带我见他的朋友啊，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，我才了解到，原来家里也挺有实力的。但是后来他开始不太相信我了，放我的短信，看我的通话记录。有一次他跟我说他去外地出差，后来都拍下了照片，他没有去。他跟踪我，还拍了照片，我实在觉得太可笑了。后来因为我们这件事情，我们大吵了一架，他打我。我觉得我这个打人这件事呢不对，但是我觉得偷拍我一点错都没有。我觉得我没办法再跟他继续交往下去了，这种不信任，而且还暴力，我忍受不了。一段情感里夹杂了信任，夹杂了暴力，这样的情感当然是四面楚歌，危机四伏。今天我们的3位老师会怎样来帮助这对情侣呢？来，掌声请出他们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王子25岁，来自北京，自由职业；女主人公圆圆27岁，黑龙江，是一位公关。来，有请有请。是来给他道歉的，他们说是吧？想跟他和好。很爱他是吗？是的。那干嘛还跟他动手啊？因为他骗我，他那个跟我说他出差，第2天我朋友在北京，看见他跟一男的在酒店吃早点。我只是跟他简单聊聊天而已。你聊天有必要去酒店聊吗？还一块吃早点？那聊天忘记了时间呀，我们怎么知道太阳就出来了？那吃个早点很正常呀。之前咱们认识的时候也聊了很晚呀。咱俩不一样啊。你不是说原谅我了吗？你怎么现在还提这事儿啊？还不是因为你骗我吗？后来他中午才回到家，还跟我说机场人有多多，饭有多不好吃，还在骗我。我当时想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告诉我，但是他还在骗我，所以我们俩就跟他打起来了。是你们俩打起来，还是你打他了？这是第1次，第2次才出手动手。啊，第2次什么情况？第2次还是他一人在大13排着骗我。你心眼都这么小了，我能跟你说实话吗？我怎么小了？第1次你就跟我吵了，还翻我短信。第2次我还能跟你说实话吗？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，你有必要在酒店里吃到早点吃到早上吗？不是，第2次又怎么了？第2次他又跟我说他出差，结果还是见了那个人，然后我就拍了一张照片。你跟踪他？对。你不觉得你自己心里有问题吗？这种事你都做得出来，回来给我亮一张照片给我看，告诉我这是你吧？问我这是你吧？我要不这样你能承认吗？我当时看我傻了，我要不这样你能承认吗？如果没有第1次，我会这样拍你吗？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聊聊天而已，没想那么严重，什么背叛你啊？可以，你可以跟普通朋友聊天，你告诉我呀。告诉你会让我去吗？他不解释，关键是，而且一聊还是1宿。如果我朋友没有看见，你什么时候告诉我？你告诉我。但是后来呢？后来你还不是打我了吗？我打你那是我心情到了一定境界了。你要没骗我呢？你打人还要境界呀，王子。我一般出手不打人的。你还有理了？我妈生我养我这么大，我该你打的。先别吵啊，王子，你们俩多久了？2年多。2年多，在酒吧里认识的。对，他有一桌朋友，我有一桌朋友，相互有之间的朋友认识，就拼一块儿了。后来我就觉得这女的吧，挺有个性的。有什么个性？就是说话特横，因为酒吧里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他上来就直接就骂我，后来就吵起来了。就是别人要跟你温温和和，你觉得没特点，非得这样，一下吸引你了是吗？确实是，我之前那些女朋友对我也都挺好的，而且她们都是为了图我们家里点什么东西。但是这个女的还特别独立。王子，你觉得你尊重她吗？尊重啊。我怎么就没听出来你尊重她呢？那些人图我们家什么东西，这个女的，她。没有，他开始对我挺好的，什么都特关心我。我之前交的那些男朋友吧，都是觉着我是一个女强人，然后就是都没把我当女人看。就是最多我生病了跟他们说，他们都没说要照顾我，最多让我吃点药。而他不一样，我跟王子说之后，马上就带着吃着带着药就能来看我。但是现在，
我没想到我爱了2年的男人竟然失手打我。打你是我不对，但你有必要拿着这个事情要跟我分手吗？在你眼里这是小事儿是吗？啊，这是小事儿。王子，你了解你女朋友吗？了解，真了解啊，真了解。她为什么会对这个男人向女人施暴，反应这么强烈？我给你看一段我们对她的采访，来。你就真的决定要跟他彻底分手了吗？其实也没非得决定，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出的让我实在太难以忍受了。什么事儿啊？让你觉得他把我掐死了，你说什么事儿啊？我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爸爸把我妈妈打得不行了，都流血，头发都那么粗一绺就拽下来了，你想多疼呀！我当时我才5岁，我看在眼里，我就觉得，这是我爸吗？我都觉得特别陌生那个场景，所以我特别忍受不了打女人的男人。其实是有童年伤害记忆的，是吧？所以我绝对不会忍受我的男人对我也做出同样的事情。我保证以后不再打你了，好吗？你保证？你保证有用吗？你看你现在，你一事无成，一天就知道消费。那我爸我妈挣钱不给我花，给谁花呀？你看他有多幼稚！我等你2年了，当初你幼稚我可以忍，我等你，我是爱你。我现在27岁了，你以后等你多久？我没有说过不跟你结婚呀，你再等我1、2年怎么了？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对我自己是有人生计划的，28岁之前我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。你现在什么保证给我不了？而且现在你还动手打我。我怎么给你保证不了啊？你现在开始动手打我，你保证什么呀？我现在就是不喜欢。你妈都快给你介绍女朋友了，你保证什么呀？他是介绍女朋友了，我不是没有见吗？你妈妈知道你有女朋友？知道。满意她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那干嘛还给你介绍女朋友？可能他妈妈觉得我们在一起时间太长了，毕竟他跟他之前的女朋友都是短短几个月就分手了，可能觉得跟我认真了。是我拴住他儿媳，是我贪他们家的钱，我吃自己的花自己的，我真不明白你们家为什么这样看我。我就是不喜欢你这个工作，我又是养不起你。你养我？我养你怎么了？你干嘛非得你凭什么养我呀？你家里要破产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家里破产了，你拿什么本事养我啊？你自己赚过100块钱回来没有？我爸开一间公司怎么了？什么都是你爸，非得干那工作，成天跟男的勾3搭4的，我就不喜欢他这样。什么勾3搭4啊？那我跟客户谈生意，跟他们开会，难道我要板着一张脸吗？我还要哭吗？是开会，你有必要去酒店开吗？那是应酬一下而已，我喝多应酬开1宿是吗？你开1宿是吗？我没有办法跟你继续争吵，总之我就要跟你分手。我不要分手。如果他坚持要分呢？我会说服他的。袁勇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，你说了要在28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，你准备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？找一个年龄相当的，能理解我工作的，而且相信我、信任我，自己有一技之长就足以了。我没有太多的要求。行，明白了。王子也不要着急，一会儿让这些老师给你分析，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。我们一起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。我跟王子先说一下，好吧？在你身上我看到2个字：控制。打是控制，偷拍是控制。这个控制源于什么？原来的女朋友都在你控制范围之内，而她有个性，你控制不了，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所以你欣赏她，你的爱可能是源于这个。还有，我们都说30而立，立业成家，你不能完全倚仗父母给你带来的这种家产，你的生存能力未来仍然要得到体现。我觉得除了我打他是错的，其他我没有任何的错误。而且以后我爸那边公司给我，我可以完全的照顾他。于老师把这个王子的这种做法称之为控制欲。我认为他的这种控制欲背后有他很深层的家庭的环境的关系。其实我注意到他的资料哈，他常年跟妈妈生活在一起，爸爸是在遥远的国外做生意。其实这样的环境下的孩子，对于感情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，远远可以一宿一宿的跟男客户在酒店聊天聊到天亮。你可能认为说这是我的工作没问题，但是对一个这种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男孩子，他就有问题，他是接受不了的。我觉得问题出在他自己，他为什么要跟踪我呢？但是远远问题。那你还不是因为你骗我呀？
其实我要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圆圆身上的不安全感，我认为跟她的家庭环境也有关系。她从小生活在爸爸对妈妈的暴力之下，而且从小是特别缺乏父爱的。这样的女孩子就特别追求这种生活上的安全感和稳定性。为什么她觉得说这个男孩子虽然家境很好，有房子，然后家里可以提供一切的物质的帮助，但是我就是觉得他不够优秀，不够能干。其实这个女孩子她需要一种如父如兄的那种安全感，而这一点你的这个小男朋友是做不到的。所以你们两个是在用不安全跟不安全互相的去战斗，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委屈很冤枉，都觉得说我是受伤害的那一方，其实无形当中你们这种自我保护也把对方给伤害了。其实任何的背叛最初都起源于暧昧，而任何的暧昧也都来源于所谓的知己。男女之间不可能有纯洁的友谊。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说？男女之间可以成为同事上下级，就是不能成为所谓的知己。因为任何的知己都是从心上开始。你是内心受过伤的人，有童年的阴影，内心受过伤的人就越容易再次相爱。因为只要遇到了像苏老师所说的如父如兄的男人，你很有可能会坠入情网。我也不是3岁小孩子了，我对自己我说什么做什么我有控制度，我自己有原则。但是你现在就没有办法控制你对他的感情，你欲罢不能，对吗？还有，婚姻不是个体户。你刚才说我的计划我不允许有别人把它打乱，而婚姻恰恰是2个人共同去完成计划。那么接下来我想对男方说的，财政上不能独立，人格就不能独立。一个不能通过自己的双手在生活当中获取、耕耘、收获的人，他怎么可能去理解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？他又怎么可能会想他人所想、爱他人所爱、苦他人所苦、难他人所难呢？所以他才会做出一些不尊重别人的行为，去调查、去怎样。所以说，一个非常独立而又敏感的女方，一个非常单纯而又无能的男方，走在一起的机会几乎为零。我很赞同这老师说的。王子啊，你转过来，你正视一下他。其实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，爱他什么？我就是喜欢他那个个性感觉。什么感觉呢？谁都不吝。其实我一直不想把我自己懦弱的一面表现在人们面前。你不是也有很多次都跟异性朋友也出去玩了吗？我有追问过吗？我特别尊重你的隐私，你有尊重过我的隐私吗？咱们不说这个啊，我问一点，就是你能面对自己吗？我可以啊。你能坦率地面对他吗？我可以。我只追问3个问题。你刚才有说到，你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，在这个标准下，现在有目标吗？既然来这儿，我也就跟大家说实话，我有目标。因为我已经决定我跟他分手了，我当然要有目标。好，第2个问题，这个目标身上的什么气质吸引你？成熟、稳重、落落大方、不拘小节，善解人意。话挺多的。第3个问题，这仅仅是一个目标吗？对，就是他。我现在就是要跟他在一起，我就要跟你分手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咱俩还没分手呢。我刚走1个月，你就跟其他男的勾三搭四是吗？王子，你刚才说了不动手，你又要动手。王子。长大，圆圆大概也是在跟王子的接触当中，才逐渐的明白了他人生里需要什么样的男人。好了，今天来了亲戚和朋友，我们听听亲朋的意见，一起进入踏浪旁观者清。是小姨是吧？你好，我看了半天，我越看越生气。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呢？我们王子哪点对不起你，哪点配不上你？你怎么能做出外边居然
你真的让我无话可说呀，让我太生气了，太失望了。阿姨，这也不能全怪我，你也是一个女人。当你27、28的时候，你也允许自己男朋友对您这样吗？他再不对，你也不能这样啊！你有话直说呀！你干嘛要跟人家出去一宿一宿的聊天啊？这个谁能接受啊？你说你干嘛去了这一宿？这个王子的小姨啊，女方确实有背叛的实质性的错误，但任何一个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，首先应该说自己的孩子，然后再去说对方。其实坦率的来说，王子虽然他身上有很多我不喜欢的地方，但他的爱是纯粹的，因为他这个人很单纯。但是他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弱势的地位，而去竞争不过一个所谓的成熟男人，让他有悲愤感，他的来源就来源于你们这些父母把他变弱。如果他早期变得独立自强成熟的话，他能够成为他坚强的臂膀的话，他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吗？被另外一个男人打败吗？所以你应该更多的反省你们做父母的问题。王子是不对，但是你不能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我再问一下小姨，小姨，如果真的是两个男人摆在这儿，一个王子这样的，一个成熟男人，你会选谁呢？那样做固然是错误的，至少你应该干干净净的离开，再干干净净的开始。但同为女人，女人何苦难为女人？王子其实更多的感情是有一方面，更多的还有一种挫败吧。你现在的愤怒情绪更为哪个而愤怒呢？是挫败，还是我失去了这个人？我感觉我自己特贱。以为这样就能博取我的同情吗？没有用。所以我觉得我贱呀，会爱上你这种女人。好好，不吵了，两位。圆圆的朋友来了是吧？我特别相信圆圆，因为我们俩是特别要好的朋友。我觉得他今天这么说呢，他只是给自己找一个借口，让你去相信他。我相信不了，他没必要找这个借口。不，我说的让你相信他什么呢？让你相信他现在在外面确实有别的男人了，有依靠的臂弯了，让你去放弃他。没有，我实话实说，我说的就是真的。我受不了你现在一直还这么幼稚，我受不了你打我，我什么都忍受不了。真心的去说，不要去伤害。其实曾经爱过就够了嘛。跟王子是不是也曾经有过特别真、特别爱的时候？当然有啊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想想有什么话要跟对方说，即使分手，也不要再伤害了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感谢你这2年来对我的关心与照顾，真正把我当一个小女人看待，我真的很谢谢你，让我体会到爱情是这么的美好。但是现在我还是要选择我的人生。你的谢谢就是背叛是吧？稳定的家庭，这些是你给不了我的。我也希望你看清楚，也看清楚你自己。你的谢谢就是背叛是吗？我问你怎么想我？你敢告诉我那男的住哪儿？他叫什么吗？你敢吗？我问你怎么想我？我现在只想说一句话，希望你以后能过得更好。王子，这算不算你人生特别大的一次挫败？很大。我刚才听你在问他的时候，其实我挺心里着急，因为你又把这个东西推到了别人的身上，你在说是那个男人的错，有没有想过自己在这段情感里，你错在了哪里？如果我们的生活除了吃喝玩乐就没有别的，你觉得一个男人这么年轻就这样会幸福会开心吗？也许我们有用不完的财富，也许我们可以拿钱砸出一堆的朋友来，但是你不觉得你自己是个空壳吗？那个是值得自豪的吗？一个25岁的年轻人说，在这个酒吧里面没有人敢那样对我说话，你凭什么？别人在酒吧里所谓对你的尊重和熟悉，不是你王子，而是你口袋里的钱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送给你3个我，除了钱、父母和其他等等之外，我是谁？我要什么？在得得失失当中，我能放弃什么？今天在舞台上，每当你说起那句话的时候，圆圆脸上所迸露出来的那种不屑的表情，就是最严重的事。你知道是哪句话吗？就是你说我可以养你啊，
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？让我来猜一猜。你到底是想急于的打败那个男人呢，还是想再次拥有圆圆？我想急于打败那男人。所以说，当你再有机会再次去追求圆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原来我并不是很爱对方。面对镜头，你想有什么话跟圆圆说？你可以对着镜头跟她说。我一定还会去找那个男的的。没了是吧？没了。谈道理啊，不是动手啊。你打了那个男人，还有第二个、第三个男人，你可以变成一个很强的男人，但是很强的男人不是靠拳头的。成年男人和成年男人之间的较量不是这个，是这个。加油啊，好好生活。看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应该有一些思考，什么